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来看看中日之争现在延伸到某种程度的武力上面的一个紧张哦，包括钓鱼台，包括冲绳哦，现在都浮上台面了。我们先来看看这则报道。这个是这个高市早苗哦，他在昨天说，日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并且会持续依循中日联合声明。日本理解并尊重中方表达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立场。所以某种程度呢，像是一些媒体的标题就会这样写说，高市早苗缩了哦，感觉上他在退缩哦，他立场上面做了不断的调整。而另外，我刚刚讲到武力上面的对峙是发生在钓鱼台。我们看到呢，过去这几个小时，钓鱼台发生是这样哦，中日啊，包括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个机炮哦，那出击哦，包括媒体描述是对峙大约3个小时哦，两边在钓鱼台这边哦有一些紧张的情势，而解放军日报是这样说哦。他说高市早苗错上加错，只会满盘皆输哦。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媒体啊，或是官媒啊，其实不断用这样子的一个口径一致的方式对准的是高市早苗，琉球又是钓鱼台之外另外一个哦，这个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拿出来作为一个武器啊，某种程度的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报复的一个状况哦，像是复兴琉球学正是时候，新浪网是这样子的一个报道说，日前琉球学入选中国历史研究学院绝学学科扶植计划今年度的这个资助的项目哦，就是某种程度要把这个议题给炒热。那炒热什么呢？琉球地位未定论。你说台湾地位未定论，我就说你琉球地位未定论。那像这样子连日来的一个这个说法哦，也引发了日本这边正式的表态。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官木原这个人他就说没有必要对中国的报道发表评论，因为在冲绳是我国领土这一点上不可质疑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两边对于领土上面的最敏感的这个完整性有一些这个你来我往。而另外呢，在经济上面的制裁现在也发酵了。我们看到日本从观光天堂到战略要塞，讲的就是冲绳嘛。冲绳我们知道过去像台湾人很爱去，中国大陆这边的游客也很爱去。可是呢，日本西南大转移，在这个地方布置各种的军事的要塞，那对于冲绳的居民来说，当然很两难啊。你国防民生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这个地方的粮食的自给率其实很低，3%而已哦，而且像是甘蔗啊，这个主要食用米的产量其实都不够哦。如果万一发生事情，它大概只能供应粮食1个礼拜而已哦。所以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事对于日本来说或者是各种的这个补给啊冲击都很大。那日本的自卫队现在看起来也动作频频，包括我们看到呢，说是日本自卫队被曝光正在向西南转移，这个也是呼应我们刚刚看到的西南大转移这样子的一个战略布局。与那国岛它是琉球群岛的最西端，也是日本离台湾最近的岛屿，被视为台湾有事日本的第一线的军事据点。所以有军事专家就说，从2016年到去年2024年，日本所谓的西南方向局势紧张为借口，在这个地方花费大量的金钱，把这个区域要塞化、军事化，做一些战备建设所以可能日本已经着手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了您看到包括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说，日本战争准备曝光他们就把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加在一起，包括把部分的防卫费用投入所谓的安全韧性建设研发像是万能型的血浆制定细化到所谓战俘改造处理的战时法律它的描述非常的细所以你看到北京像是北京日报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就说非常有可能他们就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准备，战争的这个准备。好，那看到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也新增加了11处的训练设施，这些事情过去可能有发生我们都没有注意，可是全部加在一起来看，就觉得说，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包括航拍照也曝光了，日本被曝光
日夜不停的改建军事基地，这是在九州鹿儿岛县的马毛岛新建这样子的一条2000公尺的跑道说是这里呢未来可以进行美军航母的这个舰载机起降的训练那要赶在2030年的3月前完工所以现在日夜不停的在赶工，连周末都不放过。那菲律宾呢也是一个角色嘛我们知道美国对日本、菲律宾、韩国的这个军事上面的连结是非常的深。那日菲想要联合起来抗中吗？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计划最快2026年，明年的上半年要废除防卫装备品出口那未来像是一些03式的中程防空导弹可能会卖给菲律宾现在已经在磋商了。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防卫装备出口的管制，这是什么？有3个原则本来是这样写的说是允许出口用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5类的装备，那你攻击性的这些都不行。可是导弹呢，防空导弹可能就突破了这个限制。而另外呢，不只是防空飞弹，我们看到日本还准备出售战场指挥管理系统给菲律宾。真的吗？日本有准备要打仗吗？日本是努力的想要武装这个菲律宾希望菲律宾在海南这个部分南方牵制解放军的一个动作。所以对日本来讲，过去是提供船只，现在是提供这个防空导弹03式的防空导弹，它的有效射程可以到48公里左右它本身是对于飞行器，就是战斗机、战略轰炸机都是都会构成相当的威慑所以这个是违反日本的武器出口法律。但是很明显的，高市早苗是无视于日本的法律它本身都在摧毁他们自己的法治系统。那这是日本自己的事情，因为只要日本人愿意的话，那坦白说，高市早苗当然就做得很乐意。但是问题就在于，由于日本在过去它有很多的劣迹斑斑了也就是日本它最擅长使用的就是偷袭。它过去在满清时代偷袭北洋海军北洋这个军队北洋舰队，然后在沙皇二帝时代1904-05年偷袭俄罗斯的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然后在二战期间他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所以日本本身这个习惯性的偷袭，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来说，对于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为什么要赶快启动联合国的这个敌国条款，也就是不需要经过理会同意，直接可以打日本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有点是准先发制人，但是还没有明确的宣布我对于日本的战略是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因为先发制人的战略事实上是小布希所创的。小布希创造先发制人的战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感受到威胁，只要我主观的感受到威胁，我会对于对方第一时间使用武力，这个就是先发制人。可是这是违反这个2次大战之后的国家防卫的思想，因为2次大战之后，我们是和平主义成为国际的主流，所以所有的过去的国防部，以前都叫战争部或是军事部，都改为国家防卫部。那为什么叫国家防卫部？就是主张的是和平主义，受到第一个攻击之后有保有这个反击的权利，但是并不允许你主动的去攻击别人。可是小布希当时就把这个国际间的和平主义把它撕毁了，他宣布这个他是先发制人的战略。普丁在那个时候马上就宣布，他对于美国采用的是先发制人的核战略，也就是说，他只要感受到威慑，他就直接第一时间使用核武。到今天为止，这个核战略的使用原则没有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跟欧洲不敢跟俄罗斯打的原因，因为他的核战略我们叫做核学说了因为这个在国际政治学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核理论。那对于普丁来讲，他的核理论就是我只要感受到主观的感受威胁，我就会第一时间使用这个核武。那这个会让美国跟欧洲的国家感觉到害怕。这也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战争打了3年多4年，欧洲的国家就动嘴巴不敢动手，那就是因为俄国很有可能第一时间就使用核打击。我想这个以日本的情况来看，中国大陆现在是宣布敌国条款，还没有宣布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我想这个是有区别的。可是看起来
如果中日的关系一直升高，那很难说。以高市早苗最近今天在国会里面接受在野党的质询的时候，他的答复，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退缩，可是我认为这是两面手法。为什么？对于中日的联合公报，你是尊重还是遵守？他是尊重哦。我看他的原文是理解跟尊重哦，对，理解并且尊重。是的，所以以后任何一个国家跟日本签的条约，他以后都可以用理解跟尊重，不需要遵守。这个就是一种诈术，也就是说，那以后大陆跟日本签的所谓的中日的和平协议啊，那我理解跟尊重，我不需要遵守，因为我随时可以违反，不对的。法律规定、条约、协定、联合公报，这不是尊重跟理解，这是联合公报。那就两国的政府就不需要签联合公报了嘛，你也不需要经过内阁会议通过，中国也不用经过国务院通过，两边来签一个联合公报都不需要了嘛，因为以后都是理解跟尊重嘛，所以签的国际条约、签的国际法案也都是当一个屁字嘛，因为理解跟尊重就好了嘛，不需要遵守。我觉得以后啊，如果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好面子有了就算了，我觉得中国大陆会给自己造很多麻烦。为什么？因为以后每个国家跟大陆签的联合公报或是签的条约都是理解与尊重。那以后他都可以去踩红线。因为大家只要再问高市早苗一步，就是那台湾有事，日本有没有事？他说我的一贯立场没变。我对于1972年的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理解与尊重，那你到底台湾有事，日本有没有事？我一贯立场不变，我理解与尊重，哪有这样搞的？要这样玩，你就跟他玩到底嘛。所以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哦。来请教这个将军。其实昨天凌晨的时候，时间发生在昨天凌晨大概2点钟的时候，这个有一艘日本的渔船闯进钓鱼台的领海区领海区就是进入12海里。那中国这个用了2艘的海警船去将它驱离后面还有2艘，总共加起来4艘。那我们刚开始都以为说是捕鱼的渔船，就后来我去查，不是。你知道是什么船吗？我给各位看这张瑞宝湾的相片各位看到你会很压抑，它只是一艘钓鱼船你可以看到船头上面很小，船上面有4张椅子，那是给这个钓客钓鱼，他们租这个船去钓鱼的。那为什么这么小一条渔船会跑进钓鱼台这么敏感的海域？由于是说中日双方现在正在这个闹得不可僵的时候，再跑进去。后来根据我了解，应该是日本的右翼人士，然后租了这么一条钓鱼船跑进去，企图在这边所谓宣示日本主权。当然，中国是几乎是24小时监控这个海域。那你敢进入12海里，我也进入12海里，立刻将它驱离走。可是我们现在大概只看到这边，没有看到日本的所谓的他们的海警船敢在钓鱼台海域周边有所活动，因为钓鱼台可以说是中日两方来讲目前争议最容易擦枪走火的地方。那从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认为说日本在这方面是认输了它毕竟来讲，中国的这种海警船这个不管是作战性能啦，或者是目前的吨位数都比它大，但是大家不要轻忽据我知道，日本来讲，它现在正在建一艘怪物级的海警船。这个大陆最大的海警船是1万吨，它现在要建的是3万吨这个3万吨有多大呢？2栖登陆舰，所以075的话，也不过是4万吨，它居然建一艘3万吨的海警船，所以双方我想未来可能在这个第一岛链附近会有从海警可能是第一线，后面才是海军。那为什么这个第一岛链来讲，现在我们看出来，我们刚刚内容里面我们在这个电视墙上面看到，从钓鱼台海面一直到台湾，一直到美国日本要支援菲律宾提供它不管战场管理系统或卖给它的导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个背后一定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将第一岛链的防卫的这个重责大任交由日本来承担。所以日本现在也想，他因为军国主义的复苏，高市早苗也很乐意的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他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除此之外，他还卖给菲律宾3艘的军舰，然后卖给他的这种034的防空导弹，
很明显的，整个从台湾到菲律宾到日本，这整个岛链上还加强东南诸岛、西南诸岛的这个基地的建设。很明显的，日本是想要担任起第一岛链，当做老大哥。但是我觉得日本可能这个可能自不量力了，因为毕竟来讲，大陆现在海上的实力来讲，我觉得还是要超过于日本很多。是，来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其实高市早苗现在还是想要用这种糊弄的方式过去，就是他把这个当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因为当年就是用一种糊弄的方式糊弄过去。我尊重理解啊，但我没说我一定同意你的这种看法啊，就是在玩这一招。那大陆也不会上这个当，还要继续对峙。那从大陆的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陆也不认为这一次高市早苗会很快屈服，所以我觉得他要进行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作战，也就是不只是在单纯的经济或军事上面的压制，我甚至在这个整个理论上面，在历史上面，我都要全面性的压服你。所以他会把琉球学啊也列入这个补助的项目啊，那甚至开始去主张这个过去中国大陆很少提的这个琉球要重新独立啊这个问题，他们现在就故意把它提出来，就作为一个反制。那会这样做的话，就表示他们也知道，第一个高市早苗不会轻易屈服，第二个。因为就算高市早苗屈服了，在美国的不断的煽动之下，未来日本还是会有人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他就是要全面性的去遏制这些东西，要告诉日本，你们任何人要往这个方向走，中国大陆都绝对不会做事。那至于这样做了之后，短期之内我是不认为会发生什么效果，但长期下来，恐怕日本自己内部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日本老实讲，我一直在说，他其实根本没有直接自己出兵的权利。他必须要依靠美国的指令，他才能够出兵，因为美日安保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他一直不断在演练所谓的西南大转移啊，干嘛？其实又来了，又是干嘛呢？又是在告诉他准备牺牲琉球，来换取他的正常国家。他宁愿让琉球变成战地，也要借由这场战争，让全世界，让美国愿意让他恢复成一个正常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能够独立行使权利。琉球人能够忍受这种东西吗？每一次都当日本人的沙包，这样是对的吗？不过老实讲啦，日本给菲律宾那个防空飞弹其实也没有太大用处了，因为那个034防空飞弹射程只有50公里，所以那个就是一个防御型的东西。因为中国大陆最近的印巴战争才告诉你啊，中国大陆现在它的攻击你的话，大概都从100-200公里之外攻击，所以那个50公里的防御范围根本就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这与其说是增加菲律宾的防卫，不如说是一种表态，表示美日菲结合，不管在南海也好，东海也好，要对抗中国大陆。但是他们到底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就要看未来他们到底要怎么走。是日本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我们看到呢，最近日本政府有计划希望采购以色列的无人机而且是攻击性的无人机。那文汇报，这是香港的文汇报就说了有可能如果你买的话那你高市早苗会被发布国际的逮捕令。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跟最近的种族灭绝相关嘛，它也被认定助长种族灭绝。如果你买了这个东西那可能你就会被签发国际的逮捕令。那我们看到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他就说，可能未来因为最近这个局势太混乱了，所以他未来可能就日中关系向各国说明日方的立场。所以其实我们还不太知道日本现在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有可能会往后退更多步吗？像是国内其实有很多政治的压力，包括有日本的参议员就说，你这个首相的发言很糟糕日本作为战败国，在军事上没有办法跟中国抗衡。我们来听听看。今の日本の軍備の拡大の仕方は異常なんですよ。今から中国に肩を並べるぐらいの軍拡なんて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世界中どこを探しても米軍はいろんな国に展開してるけれども、どの国においてもその国のルール守ってますよ。どうして日本では守らないんですか？植民地だからですよ。他另外还提到了，包括日本现在经济上面其实有一些困难如果说首相一意孤行的话，对于国内的经济民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包括你看到呢，恶性循环日本的经济因为在中日紧张的这个大环境之下
那下一刀要砍到哪里呢？日本的专家还有各国其实也都在看，大家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是稀土哦，就中国大陆的下一步，或者是软性内容封锁。其实现在其实就有啦，像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喊卡，类似像这样软性的内容，我就把你全部封锁。还有限制日本的企业哦，那你在我这边的营运啊，各方面啊，我来给你做进一步的制裁，这都是有可能的。中国手上的武器还很多。包括你看到呢，日本市场在旅游市场上面呢，已经有出现效应了哦。日本跌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名。过去日本是中国大陆的游客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那今年从这个11月下旬开始，你看到泰国跟韩国就被取而代之就这2个国家把日本给取代了。而市场恶化原因在日本，我们看到专家就说，高市要救这个国内经济，可是它可能会大量发债这个债券。那另外呢，日本的央行行长考虑升息，这样子的话，这2个两套这个剧本就有可能把日债打进恶性循环。所以非常有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到全球的市场。那另外呢，日本的工商团体啊，日中的友好议员联盟啊，他们都很担心这个中日关系再僵下去的话，会拖累更多。所以呢，他们要求跟中国驻日大使会面这个2个团体就请求访华，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希望可以创造一些条件。因为包括这个经济如果再恶化下去，那真的是不得了。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我们知道韩国怎么想？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就说：“我不要站队而且他说习近平很会开玩笑啦，我不愿意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谈中日关系紧张，李在明怎么说？他说韩国要成为调停的角色。他说韩国有一句谚语叫做打架要劝阻，交易要促成，韩国要成为中介调停的角色，寻找大家可以共存的方向。这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以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它事实上在它的盟国之内，它已经陷入孤立了因为它的最紧密的盟国就是 G7 的成员国。其实我们都知道 G7 跟日本他们已经是合作很多年，而且基本上在国际间的立场几乎都是一致。当美国发动对中国大陆的遏制的攻击的时候，贸易战的时候，那 G7 还有韩日本都站在一起。然后当俄国跟乌克兰发生冲突，美国开始谴责当时拜登总统时代的时候，你看所有的国家都跟美国站队，都一样。但是这次高市早苗的对于中国的挑衅，川普在第一时间被福克斯主持人问到的时候，他的回答就很明白了，因为主持人明明白白的问，指的就是日本高市早苗的言论，而且把背景都说明清楚了。那川普的回答是说，盟友不是朋友，不一定都是朋友。那像日本他拿我们的好处拿了一堆。这次他在年中的最后的一次的内阁会议的时候，他在盘点他的政绩，他还是在讲到他的盟友就像吸血鬼一样吸美国人的血。然后他说，我不想点名哪一些国家，但是日本跟韩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对于川普来说的话，那他没有选这个站队于高市早苗。好，川普没这样做，加拿大也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都是，所以很明显的 G7 没有一个国家跟高市早苗站队，欧盟也没有。好，那我们就来看，连菲律宾小马克思这次嘴巴都闭得很紧了，即使日本想方讨好去菲律宾甚至说我034要卖给你，用你可以用我的武器来对付中国大陆，来牵制在南海。菲律宾小马克思还是嘴巴闭得紧紧的。韩国呢？韩国不是有美日韩的军事那个同盟关系吗？已经是同盟国了。可是现在这个李在明已经明明白白的说，我们不选边站我们如果有机会当调停者，没有机会我们就不选边站，不碰最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日本在他的盟国经营了几十年，结果没有人跟他站队，这个对高市早苗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目前来讲，虽然他在国内的民调支持度是高的，可是如果日本的民众越来越发现
怎么国际间没有人站在他这边？然后甚至大陆的这种力道越来越强。我认为大陆目前来讲，慢慢的在批判的火力，它会开始收敛，但是它的动作却会越来越强，因为它的动作不会收敛，不会停止，文化交流还是会继续。但是，例如说，我们看到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还有军事上也会越来越出现哦。因为在12月1号、2号，也就是昨天，王毅刚好就在俄罗斯参加第20届这个中俄的战略会谈、安全战略会谈，双方已经开始对表了。也就是说，绍伊古讲的比这个大阪的这个中国的总领事讲的更猛、更狠。绍伊古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军国主义者在亚洲就是指日本高市早苗，军国主义者的这个九头蛇已经冒出来了，我们要把它斩断。然后他又说，我们中俄两国是最有经验的。那也就是说，他更大拉拉的直接讲，就是要斩断你们这些军国主义者的九头蛇。我们都知道，在西方九头蛇就代表邪恶的意思非常邪恶的一个野兽、一个动物，就要把它的头斩断。那各位想想，绍伊古直接明摆的这么说，那就是代表，而且他们已经讲好，绝对不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对不让军国主义再度的嚣张。中俄开始对表，我估计从这个月开始一直到明年，大陆的军舰、大陆的战略轰炸机使用俄罗斯靠日本，也就在日本海的军事基地频率会越来越高。第一个，第二个，中俄的联合军演，尤其是海空军的联合军演，在日本的周边的海域会越来越强化。这代表中俄联手要开始打日本这个九头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也越来越明显了。是。彬哥，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国际上对日中之间的争端，目前都是采取一种冷处理的方式，大家都是静观其变。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要为这件事情去向各国解释日本的立场。再来讲，你立场都没变，也没什么好解释你就继续这样做就好，干嘛去跟各国解释？其实我觉得日本就是觉得说，你们应该是要来支持我的，怎么大家都跑，怎么都没有人要来支持我？不是前一阵子不久前才说日本要加入北约吗？现在呢？现在我出了一个，是我惹到一个大块头，你们全部跑，这个会不会太奇怪？我是觉得高市长苗始终没有意识到一点，日本是货真价实的二战战败国。你一旦做这种，你想要扩军，你想要对外销售武器，你想要重新建立日本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些二战吃过你亏的国家，大家当然都会对你产生疑虑。这个他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吗？我是觉得很疑惑。那当然，中国大陆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对日本进行非常强力的经济的制裁，都还没出现。可是未来会不会出现，很难讲。我觉得随着高市早苗如果态度始终保持这样，想要用这种模糊方式带过的话，我认为未来慢慢会出现。那未来出现之后，再加上日本经济状况其实并没有很好，所以这个压力会不会大到让高市采取其他的策略，就要看高市自己怎么走。但是可以预见的就是，到明年农历新年之前，中日两国之间关系大概不太容易会好。那观光客相关的基金活动也都会减少。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就必须要去承担相关的经济损失那至于说中间这一些工商团体友好议员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因为很简单，目前高市的民调还是很高嘛。那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嘛，我民调高的时候，我当然往民调高要我的去向走所以单几个议员或一些团体是影响不了什么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说服高市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个人是认为高市应该至少会撑到明年过完农历新年以后，那之后再看会有什么新的变化。那导致李在明虽然他说是不站队，其实老实讲，他不站队就等于站队。因为理论上来说，日韩都是遭受美国控制的国家，他应该要跟日本站一起。理论上是这样，理论上这样，同盟国他既然选择不站队，就等于是站队了。对，这个有道理。是，所以他根本不想得罪中国大陆嘛。而且日本吃了亏就吃了亏，他也很高兴无所谓对韩国来讲，我又没有损失，对，而且我们是竞争对手你吃亏我就占便宜对不对？就是这样。蛮聪明的。对所以这是对正常，我当然不管
那对他来讲，真正头痛是什么？就是跟北韩之间的关系。因为金正恩确实讲过，他以后不要统一了，我要把南韩视为敌国。可是请注意，那是在尹锡悦的时候，他这样讲。那尹锡悦是极度亲美嘛，可是李在明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你说两韩之间关系不会改善吗？我认为是有机会。是，来请教将军。这个高市早苗如果真的是跟以色列买无人机的话，机可能就会被国际刑事法庭开出逮捕令哈，因为以色列自己的这种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来讲已经是国际刑事法庭这个发逮捕令要逮捕他，因为他在加沙走廊地区很明显的犯了违反人道罪以及战争罪等等这些罪名。那我不晓得高市早苗这个时候去招惹这种事情干什么？现在内塔尼亚胡他自己不要说是国际法庭要追捕他逮捕他，你知道他在国内里面已经开始要上法庭，开始要开庭起诉了。什么事情呢？他的贪污罪哈。现在那之前来讲，他贪污罪，因为一直借着说是战争啊、打仗啊，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为了脱身，所以他一直拖延，不接受法院的裁判以及裁定哈。那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加沙走廊暂时告一段落，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要接受法院的这种审理了。那法院审理，他们预估，如果他以他所犯的这个贪污罪嫌或贪腐罪嫌来讲的话，可能会被判到10年以上的罪行。所以你知道内塔尼亚胡现在做什么动作吗？他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求情，说叫川普去跟他的总统讲，给他发特赦令，因为这样特赦哈，然后或者甚至于在政治上面庇护他，不要让他被判刑。但川普有没有帮他？川普现在没看出来，没有帮他，没有打电话去跟这个以色列的总统讲说，对你们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特赦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动作就看出来，当然川普这个动作做得很对啦，因为毕竟来讲，人家国内的司法是人家国内事。如果说你美国去干涉以色列的司法来讲的话，那必然会引起以色列国民的反弹跟不满。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方面还是有所忌讳。后续我们看看内塔尼亚胡怎么样。但是高市早苗，如果这个时候你敢去跟以色列买无人机，那当然国际刑事法庭。你资助，就是你资助一个这种违反国际人道罪的这个嫌疑犯来讲的话，当然国际法庭就有权利将你逮捕。那我们是乐观其成哈，看有没有机会继这个普京之后，在内塔尼亚胡之后，高市早苗会不会是第3个被国际法庭所这个宣布发逮捕令的一个国家领袖？那日本现在很明显，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经济问题了。那高市早苗他这次惹这番事情，我觉得他有一点故意借着跟中国之间发生这种争议的事件来炒作民粹主义，来让日本的民众淡忘到他国内现在的经济。其实日本国内现在经济状况是非常的不好，他们通膨非常严重，那国内的债务已经高达 GDP 的260%，这是非常高的。当然，由于他举债的都不是跟国外借，而是跟自己国内的国民借，所以短期之内还看不出来严重性。可是因为通膨严重，他们现在也在考虑要不要升息，那就是这个吃这个痛也吃那个也痛如果说是升息来讲的话，你那么高的债务，那你升息来讲，你会更增加你国内债务的负担。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学你这个师父这个安倍的政策，然后不停的扩大债务，不停的想要扩大债务来举债来刺激经济，反而你应该很务实的解决这些债务，譬如说跟中国之间来互相交好，这个光来讲的话就是很好一个，然后甚至于不要在经济上面造成之后，如果中国对你这个供应链断裂来讲的话，你东西生产不出来，其实中国来讲是很多原物料，包括美国都受不了。美国来讲，这次川普不就是因为中国要扬言要断了他对稀土的供应链，然后甚至于后续来讲，中国那时候还有好几招没有用出来，基于人道立场，比如说药品的供应量。药品的原料原件也是在中国生产。那如果说这个原料不卖给美国来讲的话，你看美国药物会膨胀到什么程度？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可能考量到人道，因为药是救人救命的，所以他对这方面还没有下手，他只对稀土下手。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动作里面可以知道，就是日本来讲有很多的这种原料的原产品来讲，必须要靠中国来供应给他。然后供应给他以后，你依据这些生产链，你才可以生产出来你的东西。如果说这些他们评估，如果说一旦这个断了这些之后，不再对你供应之后，你的东西卖不出去，你的债务必然会这个推升。那在这种雪上加霜之下，
当然会增加老百姓的痛苦。我举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譬如说日本来讲，你现在要不要吃中国的米？你知道日本大米是很贵的，比中国大米贵了4倍。那吃饭是民以食为天。如果说是这个中国大陆不卖米给你，我跟你讲，日本老百姓第一个面临的就是饿肚子，因为你不是以国内来讲的话，你米就不够嘛。那你自己本土都米都不够，你怎么去支援冲绳？我们刚刚讲的冲绳产量也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高市长苗纯粹这个饮鸩止渴，想要借着跟中国吵架来提升他的支持率，仅此而已。我们来看看川普现在对习近平拍马屁吗？这是年中的内阁会议他不断的抱怨说，点名哪一些国家不断的占我们便宜。讲了日本跟南韩占美国便宜，可是习近平很棒，习近平好棒棒。他说，中国给了美国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订单之一我们看到这些大豆啊，各种的农业订单现在来了，所以川普龙心大悦。我们也看到，包括3家中国的稀土磁铁生产商已经获得了出口许可所以美中现在看起来的的确确在贸易这方面已经开始解冻开始交流了，所以更多的美国大豆将运往中国，装货期将持续到12月中旬。可是这样的好时光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因为国际局势瞬息万变，而法国马克宏第4度到中国大陆访问，这是今天他造访了北京故宫。明天4号会跟习近平举行闭门会谈，随后跟多位法国部长进行第2轮的会议。5号会转到四川的成都，跟习近平进行第2次会谈。法国希望什么呢？希望透过跟中方的战略对话，重塑中欧的关系平衡。所以外国媒体就分析，马克宏他此行正值全球贸易局势动荡之际那他很努力希望平衡来自于中国的经济与安全的挑战，而且要依赖全球第2大经济体之间安全啦、经济啦各种方方面面要取得平衡。那这一次的访华呢，我们看到马克宏跟着他来的是法国的企业法国大企业家代表团随行他们当然希望可以做生意嘛，这就不用说了。而另外呢，德国也一样我们看德国外长12月8号要访问中国，本来10月份有这样的行程，可是突然取消，那现在要成行了。德国工业联合会说，德国经济正经历2战之后最严重的危机，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在于经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英国首相施凯尔他说，的确啦，中国大陆是对我们构成国安威胁，可是生意还是得做。他说，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雄心勃勃、充满创造力的国家所以呢，一方面要提防，可是一方面赚钱的机会也不要放过。而我们看到马克宏此行到北京去，还有一个目的乌克兰问题你看到他跟习近平有2次的会谈，那据说他会提到很大一部分乌克兰的问题，希望促成乌克兰停火。在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他会提出来。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普京跟美国派来的特使，其中一个人是川普的女婿Kushner， 他们这个特使是这个魏科夫2个人谈了将近5个小时，可是据说没有达到协议普京有呛瞎说，如果欧洲挑战，我就开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的前外长库列巴他现在说话了，他说你基辅必须接受战术失败，换取长久的战略稳定。他现在讲说，虽然这一份协议我们没有全方位的觉得满意，可是你必须接受这个谁都不喜欢的协议，不然乌克兰的国家将会面临全面的崩溃。来，请教老师。先谈川普，其实川普并不是在讨好中国大陆了因为我觉得川普他是确实是拼了命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而且他希望他的访问是成功的。那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谈成一笔大的交易，这个交易对美国是好的。那当然，如果你要这个交易对美国好，对中国大陆来讲也要对我好那所以如果2边都好，这就是双赢了。但是如果就一边好一边不好，那这个交易也走不下去了我想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川普现在很努力做的是什么？不要搞坏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不会像拜登那样，也不会允许他的国务卿像以前布林肯那样，然后对中国大陆口出恶言。所以他自己本身以身作则，绝对不对大陆口出恶言。
那你也看到一个仇中反中恨中的卢比奥，现在嘴巴闭得紧紧的，再也不敢讲话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卢比奥今天是一个人类间最奇特的这个国务卿啊，一个外交部部长，奇特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你看俄乌谈判没他的份，是他的女婿跟做中东的代表，对，跟卢比奥没关。对，你看中东的谈判没他的份，是，你看跟大陆的谈判是贝森特的来主导，作为国务卿没他的份，很特别。所以跟世界最大的2大国，中国大陆跟俄国都没他的份，跟最富有的中东地区的谈判也没他的份。他唯一能处理的就是跟委内瑞拉、古巴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类间最奇特的。但是我觉得卢比奥的优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我被做小了，没关系，我只要好官自我当就可以了，这是很特别啊。好，那我们来看。欧洲跟美国，他们这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其实到最近也都还在唱衰中国大陆。哎呀，中国大陆的内需不行了，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崩溃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暗淡，讲了半天，可是问题就在于讲完了以后，去年还是接近5%的经济成长率，然后到今年的时候预估还是接近5%的经济成长率，怎么欧美的经济学家每一天唱衰？怎么都永远都还是有4%到5%的经济成长率，可是你反观自己呢，不到1%的成长率，甚至像德国，甚至已经几乎是0的成长率，英国是负成长率。哎呦，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工业7国啊，没有一个国家看看自己的经济成长率是0到负到顶多1不到，而中国大陆的成长率是4到5，而它的经济体不是像印度那么小它是18万亿、18兆美元的经济体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讲，它是美国人已经比美国人多10%到15%的这个 GDP 这么的大，那这么大的经济体，它的成长率还5%，而你自己这么小的经济体成长率却是0跟负，而且还在一直唱衰中国大陆，这个简直是让我们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好，但是问题是这些政客终究要面对现实，面对什么现实？失业率越来越严重，经济成长一塌糊涂，通货膨胀很严重，债务高台，怎么办？找最大的市场来嘛。那谁是最大的市场？对不起，现在不是美国了，现在谁是最大的市场？中国大陆。为什么？因为他把自由贸易用到彻底，也就是想办法跟东盟的国家，现在贸易3.0就是10+1，已经降到几乎90%以上，到93%都是0的关税了。所以彼此之间的贸易额一直在增大，现在到9000多亿了。然后跟欧洲的贸易额7000多亿也在快速增加。那你想，对于美国来讲，不赶快跟中国大陆恢复相对正常的情况，美国经济怎么办？所以川普一直想去中国大陆。好，马克龙也是如此嘛。马克龙他也是想办法要去大陆啊，可是他每一次去，每一次回来就搞砸，这个是典型的法国人，永远是纠结复杂，你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因为他自相矛盾，他是辩证法的大师级的人啊，所以你永远搞不清楚法国人他们的脑袋里面是多么的复杂。对，这个是赖老师的心得，因为他在法国留学过。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川普大大的赞美习近平，这是怎么回事呢？来请教。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是策略运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需要中国大陆的订单嘛。所以他当然不愿意得罪中国大陆，而且他刚好拿这个来反差对比这些所谓的欧洲的盟国嘛。你看，连我们都拿来当敌人的中国大陆，他都给我这么大的订单，那你们这几个还在那边拖什么？应该要给我更多的订单啊！我们是盟国啊。可问题是，他对盟国也很狠。日韩一个给他5500亿美金，一个给他3500亿美金，结果他还觉得他们拼命在占美国的便宜。我觉得听在日韩的耳中真是情何以堪。可是我必须说，我听到这个话，我其实更害怕。你知道为什么害怕？你要知道，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其实比日本、韩国都高。是啊。然后人家一个给了5500亿，一个给了3500亿，川普显然一点都不满足。是。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川普会讲出这种话来。他如果都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占美国便宜，那台湾在他心里头的地位，
我觉得就真的很恐怖了。那现在看起来中美之间是在降温，可是降温还是有很多变数，随时都可能挑起紧张神经。比如说高市早苗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反应？因为高市早苗如果动作再过大一点的话，会让川普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我到底是应该去顾及美日同盟呢，还是我根本不甩他，就是我去跟中国谈我的生意就好？所以这个，我想川普会开始想要去不断的去拉住高市早苗。可是高市早苗虽然目前看起来好像川普讲的一些话他有听进去了，但毕竟他本身是出身极右翼。那在他的同志，特别是民调的鼓舞之下，他会不会哪一天就突然之间又暴走，又讲出一些让中国大陆很愤怒的事情？这个就很难说。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对稀土啊相关这些东西开放，但也是一小步一小步。我一次开放一点点，或是我大豆的这些我农产品我买，但是给你买一点点。你们这边讲到什么六船啊，或是什么稀土解禁的某一些品项，那个根本是刚开始9牛1毛而已，那个对整个大局其实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然后我觉得它一边小量的开放，另外一方面看看美国跟你的盟友对我的态度是什么，你们是真心想要缓解，还是又要另辟蹊径，找其他地方跟我对干？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彼此采取的策略就非常重要。那至于马克宏呢，我必须说马克宏有的时候怪怪，就是你每一次去见人家的时候，跟人家谈的一副好像很骂鸡啊，我觉得你很好啊，我要想办法跟你做生意啊，然后回到欧洲就说中国大陆很可恶，我必须要对他怎样？你是怎么了你？你到底是想谈还是不想谈？你到底是想跟他合作还是想要打他？你总要捏定一个主意吧。老是搞这种东西只是浪费机票钱，浪费机票钱，他可能不在乎哦。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最后请教将军怎么看？我讲一下俄乌战争这个谈判哈，因为这是刚结束，美国跟俄罗斯在谈判乌克兰要不要结束战争，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过程之中，乌克兰就好像局外人，这个欧洲也好像局外人哈？但这个谈判很吊诡的事情，我跟各位报告，原来美国提的这是28点的和平协议来讲，里面谁最反对的？最反对的人叫叶尔马克。叶尔马克是什么人？是这个泽伦斯基的办公室主任，他也是权力最大的一个人，但是他就最反对28点，然后他就被这个以贪腐罪被这个调查了哈。被谁调查呢？被乌克兰的反贪污局调查。那这个贪污局是跟谁合作？谁给这个乌克兰的反贪污局资金呢？是美国的 FBI。好，我这样讲，各位可能就可以了解这个顺藤摸瓜，你就知道你反对，对不对？我川普提出来，你敢反对？你敢反对来讲，我就把你的底掀出来哈。那这也杀鸡儆猴。如果说是叶尔马克都已经被掀出来，证据齐全的话，那试问一下泽伦斯基啊，你敢保证你干净吗？那更有趣的是，现在新的谈判代表是谁呢？叫做乌梅罗夫哈。乌梅罗夫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在美国这个接受高中的是美国的国务院就所谓资助未来领袖的交流教育。那换言之，就是美国培养的人嘛。对。那美国人培养的人现在来当这个谈判代表，你想想看，这个谈判有可能会对乌克兰有任何的站在乌克兰立场来